游牧我们都知道放牧嘛，但你见过海上的游牧民族吗？他们就是巴瑶族。这群人没有土地也没有国籍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这辈子都生活在海里。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搞得他们的身体甚至都开始发生了进化。不是，那好好的陆地不待，他们为啥非得跑到海上去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巴瑶族位于东南亚，在菲律宾、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域里，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人口约为40万人，是马来西亚巴沙州人口第2的民族。但是巴瑶族就没有任何国籍的。在现在这个没有国际护照哪儿都去不了的时代，巴瑶族可以说是寸步难行，而他们也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籍的民族。但没关系，其实巴瑶族也不在意。从他们的名字就知道，巴瑶在马来语里呢表示海上之民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巴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海上，不种地也不放牧，就靠着打鱼为生，喜欢哪里就跑到哪里安家，听上去和吉普赛人有点像，所以巴瑶族也有着海上吉普赛人的称呼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一艘叫莱帕的木质小船。这小船没有船帆和船篷，就靠着一柄桨在海上横行，有时候这船就是他们的家。当然，有条件的家庭就会在前海选一个地方搭建高脚木屋，一家老小都生活在这里。巴瑶族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海洋，所以这里的人可以不学数学等，但绝对不能不学游泳。不会游泳就无法在海上生存。作为唯一的海上游牧民族，对于巴瑶族来说，游泳就跟我们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这是他们这辈子必须学会的一个技能。不仅如此，巴瑶人还是非常厉害的潜水高手。一些潜水厉害的，甚至能只带一个自制护目镜，不带其他潜水装备，轻轻松松的就能潜到海底30米下。据说巴瑶族的那些潜水员们，一天至少有5个小时都在潜水。潜水厉害是厉害，但长时间的潜水活动也使得这些人患上了潜水员常得的疾病，比如说减压病等等。而且为了更方便的潜水，巴瑶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特意戳破耳膜，用这种方式减轻水压，效果是有的。但问题是，等这些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听力就会变得很差。另外，同样也是因为长时间潜水，使得巴瑶人的身体出现了异变。比如说，经过研究调查发现，巴瑶人的脾脏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陆地上的人要大50%，这也是巴瑶人能轻松深潜的原因。不过也难怪，毕竟脾脏大，能储存的血红蛋白也增多。另外，巴瑶人的水下视力也很好，瞳孔的缩放程度要比正常人高得多。对于巴瑶人来说，这种变化算是好的一面。有人也奇怪，东南亚这么多小岛，为啥巴瑶人就不去岛上或是陆地上生活呢？事实上，对于已经习惯海上生活的他们，到陆地上反而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晕船的晕陆地症状。说简单点，就是他们会觉得在陆地上生活会很没有安全感。既然如此，当初他们又是怎么跑到海上的呢？没有谁天生就是在海上生活的，巴瑶族也不例外。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才跑到海上生活，而这个原因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。在马来西亚说，从前有个公主被洪水卷走了，于是国王就派人去寻找公主，而且得找到人才能回来。而派出去那些人因为怎么都找不到公主，害怕回去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干脆就找个地方定居，不回去了。而定居的地点就是大海。这些人呢，也就是巴瑶族的祖先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本来巴瑶族安安心心在陆地生活，可是没想到突然出了一个大怪物，把巴瑶族全都赶到了海上。为了生存，他们就建造小船，靠着捕鱼维持生计，一直到现在。当然，这些说法都是口头传说，无法证明巴瑶族的起源。而科学家们也对巴瑶族的来历做过研究，但也有好几种说法。至今，巴瑶族真正的来源依旧是个谜。如今在现代社会，巴瑶族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多麻烦，毕竟他们是一群无国籍人士，人还这么多，40多万人。周围那些国家都是去定边界了，而这些人整天在这里那里乱窜呢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巴瑶族和周边国家发生过不少的矛盾，搞得周边国家是烦不胜烦，表示你们别再跑了，老实找个地方过一辈子吧。尤其是印尼，你可以在海上生活，但必须在前海造房子定居，或者说直接搬到陆地上来住更好。不愿意，看你拳头硬还是我拳头硬。总之，在各方的施压下，生活在陆地的巴瑶人越来越多，而生活在海上的则是在不断减少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